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破不了你的婆娑布。展兄，别来无恙啊！你现在这样，很好。你也不错嘛。若是把这个头发扎起来，那就更好了。与故人一诺，说到做到。不过看你这个样子啊，要是有了心爱的姑娘，她怎么能看上你啊？你不是在盯着罗摩天兵吗？对，我已经把它收藏好，叫人把守了，不会有问题。谢了啊。当年那个一人一剑，浪迹四海的你，如今却愿意守在这样的一片天地，当真是大读书了。哎，新郎又是何人？一个玉面小生，名唤魏清愁，前不久在山下受伤，被二堂主救回来的。这看来也是个江湖中人啊。不过就是一个武功极差的江湖中人，除了好看别无用处，配不上二堂主。那你为何？二堂主喜欢最重要。行，要不要喝上几杯啊？不了。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，很开心。你和展云飞果然认识啊？啊，那个一位故人啊。哪种故人？是人家狄飞升那种，还是李神医给人看过跌打损伤的那种？你得提前告诉我，我得分清楚情况，提前躲远点儿。哼，曹家宝，这茶不错啊。想听故事吗？哟，倒杯茶呀。谢了啊，先喝一口。这个故事是这么回事啊，当年展云飞与别人一起联手，大破连海帮，捉了这个帮主蒋大肥。想要将蒋大肥绑回岩中时呢，却临时少了一条绳索。于是呢，有人看中了展云飞的一样东西，想借来一用。什么东西啊？头巾。原来这展云飞还用过头巾，他不是从来不梳头吗？这哥们儿不仅爱梳头，还分外的讲究呢。不过这个人吧，就是有点死脑筋啊，就不愿意相送啊。然后呢？然后。这刚才怎么说来着？拿你的头巾赌一局，谁输了，从此以后就不梳头发。那这条头巾就归我了。承让。愿赌服输。君子一诺，绝不食言。日后展某不再梳发便是。那拿这条头巾绑了他更合适。原来这展云飞从来不梳头，是因为和你打赌的缘故。这李相夷当年也太无聊了，亏你还有意思说。不是和你一样吗？少年意气太过，都是以比武炫技为乐，竟浪费内力在无关紧要的事上。不过李相夷也想不到，他都死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展云飞依然记得这个承诺，真是个死脑筋。确实是逢赌必输之人。不过他当年和李相夷打赌，确实是输了。不过和你小姨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他和我小姨？少爷，少爷，属下查过了，邢自如整晚接触的17人，全部都是本地商贾，与咱们天机堂也是来往多年，应当没什么问题。除了和宾客攀谈，还做了些什么？就是与人交谈的间隙会出去透透气，每次都会到院中凉亭摆摆棋局，自己摆自己下。
棋局？属下等不懂下棋，但入天机堂都曾受过训练，看过的东西不会记错。这是手下等几人不同时段跟着行字如时看到他摆出来的。摆完第4局，他就回了房间，没再出来。继续警惕行字如，别打草惊蛇了。是。这些不都是《忘忧清月集》里的棋谱吗？你看，这是上清图，这是陈督府4仙子图，这是宝真图，这是精明图。方尚书真没对你这个儿子少用心啊！琴棋书画，无不精通。嗨，小时候我爹总是用心教导我，可是那时候我还小，处处忤逆他。现在想来，也算是何其有幸啊！方家榜，长大了。哎，你好好看看，对于这棋谱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暂时还没有头绪，不过罗摩天兵近在咫尺，邢自如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去下棋的话，只怕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你先研究下这棋谱，我去凉亭找找线索。嗯。我这一赌，岂非误了人间姻缘？血！快来人呐！血！快来人呐！有血！李莲花，新郎出事了。爹，娘，新郎出什么事了？少爷吓死人了！昨夜新郎出事了，尸体也不见了，现在只剩下一张人皮了。小宝，你们不是刑探吗？这次可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，替我那枉死的夫君讨回公道。何姑娘，这张人皮你是如何断定就是新郎的呢？此前魏郎受了伤，他上药时我瞥见过，他的背上就刺的这一幅刺青图案。可怜我魏郎，新婚之夜竟然尸骨全无，只剩下这一张血淋淋的人皮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这新郎又不是水做的，怎么就会凭空消失了呢？这被褥跟衣服都是完好的，没有腐蚀的痕迹，这不像是花石水啊。那何姑娘，你可记得昨夜发生过的事情？昨夜，你别急，慢慢跟我们说。昨日傍晚，我和魏郎拜完堂，便回到院中，见天色还早，就一起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，直到月上枝头，我们才回了房。喝了合卺酒后，我就觉得有些困了，魏郎就扶我上床休息。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醒来，就见他变成了这一张血淋淋的人皮。喝完合卺酒就困了，小爷爷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有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？可疑的地方？宜贤得极乐，圣仙尚欲尽。我以前从
来没听说过魏郎喜欢诗。一句诗。诗句，人皮。这人皮上的图案，也不像是寻常字迹，难道有什么含义？这新郎似乎有一些古怪。古怪。这有人打斗过的痕迹，昨晚应该有人闯入了新房，但却未伤小一分毫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天机山庄内并无其他人在遇害或受袭。所以说，凶手是冲着魏清愁来的。他杀完人之后，就把尸体给带走了。不可能。昨天晚上我送完宝物回来之后，二堂主他们二人还专门给我送了一盒喜糖。此后就并无其他人再进入新房，否则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也就是说，魏清愁必是在展轩回来之后才死。展兄呢，一整个晚上都守在这屋子的对面，那么凶手就不可能从正面进出。这窗户后面的峭壁没有入口，天机堂的机关向来非常的有名，难不成这里还有其他的机关和密道？这座小楼就是很平常的地方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这尸体不见了，唯独留了张雕青人皮在这儿。如果凶手杀了魏清愁，是为了雕青人皮，为何这人皮不带走呢？夫人，三妹想必受了不少惊吓，不如先去别处休息休息，这里就交给儿子吧。也好。李儿，从昨夜到现在，你们一直伺候在门外，那就继续留下来，听少爷吩咐。是。走吧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既然整晚都没有人出去，那么凶手和尸体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。灵儿，灵儿，这里为什么会配这么大的红烛啊？哦，这些都是二堂主特意吩咐的。二堂主凡事都喜华贵，他喜欢热热闹闹的，也希望新房里3天3夜都燃亮烛光，所以特意定制了这些硕大的红烛。柜子里还有呢，你来看。哎，没有了，都烧完了。这成亲不过1夜，怎么会烧得这么快？你们看这个，里面有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玉床的碎片。我娘前几年得到几块上好的红玉原石，便给我们做了床，冬暖夏凉，甚是好用。红玉床。这不是红玉，是蜡。柜子里的红烛消失，这烛台上的红烛又长短不一，看来是有人凿碎了床，再把屋内的红烛熔了，覆盖在上面了。看来，凿掉的红玉碎片，大概都被分散在屋子的各个小角落里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尸体就藏在红玉床底下。怎么是具女尸啊？从这发髻和打扮来看，应当是天机山庄的侍女啊。这好像是娥月。娥月？我怎么不认识啊？娥月是最近才来的，少爷一直没回家，自然不认识。最近来的。他背上
这脖子上有道勒痕，颈骨也断了，是致命伤。这么细的勒痕，也就表示这东西既要坚韧，又能够置人于死地。可是在这屋里乃至天机山庄都没有这种东西啊！这是凶器，看来这个女子是有备而来。这凶手是用娥月自己身上的东西杀了她。只怕是他想治人，却反治于人。不过这屋中原本就只有二堂主和魏清愁，除非昨夜有人躲过了你的视线闯了进来，否则的话就只可能新兰根本没有死，是他谋划了这一切。他故意在凶手的背上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图案，假装自己被害，然后逃之夭夭。没错。你们看，这里有9字。这儿怎么会有9字啊？是有人故意撒在这儿的？也就表示，魏清愁早就知道这酒有问题，但他却一直没说。很可能酒中的药是被娥月自己所下。娥月呢，带着暗器前进这个新房，想对魏清愁下手，却没有想到的是，竟然被魏清愁所反杀。可是我一直守在外面，这娥月是怎么进来的？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新婚之夜礼数繁多，来往的人自然也多，说不定这个娥月来布置新房之时，就从未离开过。娥月先埋伏在了屋里，在酒里下了药，才伺机袭击魏清愁。可魏清愁回到房间之后，发现了端倪，于是将计就计，假意喝了酒准备就寝，才伺机反杀娥月。我之前就在想，若是打斗仙撞到这个梳妆台，不是应该梳妆台镜架连着镜子一块倒下吗？为何前两者都能稳稳当当的，唯独这个镜子却掉了下来？你是说，这镜子是魏清愁拿来杀娥月的工具？魏清愁将何姑娘扶到床上后，假装去拿镜子来整理自己。娥月以为这时的魏清愁已经中了酒中迷药，于是准备下手。但魏清愁其实早就察觉了娥月的一举一动。所以这个镜子，便是魏清愁杀娥月的佐证。只不过什么？尸体颈上的痕迹很清晰，一看就是一招致命，证明这个凶手武功绝对不是很差。展兄，你确定魏清愁的武功很差吗？我曾试过他的武功，此人招式局促，畏手畏脚，内力也甚浅，3两招之内被人输了。这就奇怪了，这魏清愁究竟是何人？这娥月为什么要杀他？还有，他又是如何从展无畏眼鼻子底下溜走的呢？娥月这个头钗，好像跟你们的不太一样。这头钗上银片刻画的形状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